大家好，我是明珠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又肉又有输出，而且清怪效率很快的便宜 build， 就是定罪波老头地雷。我先开一张地图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没有问题，直接往地图里面冲就可以了。然后清怪的效率也是非常高。我们这个 BD 可以无视所有的词缀啊，除了那个T17那些就明显是所有 build 都很难打的那些变态词缀以外，反正正常的词缀我们都可以打，也无视所有的蓝王的词缀，所以我们是在鱼图天赋上是点出了蓝王。蓝王的话就只看奖励就行了，不用看它的负面词缀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抗性本身也是比较高。整个打起来的话还是非常爽的啊，就是能打到很远的地方。是一种这个定罪波是特拉斯特的定罪波，是一个环形，配上的是星星界，可以抱在远方，非常舒服。我的策略鱼图策略呢，也是这种打这种瓦尔密店的策略，很多箱子，更加适合这种地雷型的 BD。关键是我们够肉啊！90等成型之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一次都没有死过，包括打那个乌伯王，哦对，打蓝王死过，蓝王比较乌伯蓝王比较麻烦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 BD 是真的是非常舒服，而且造价便宜，全身大概用了不到3D， 反正至少是5D 以内吧，5D 左右就有这个效果。这里有点失误也问题不大，被我炸到了，也就掉一半血。反正这个 build 我就打起来就是冲，然后开箱子的时候就躲远一点，其实不躲也还行，我习惯是躲一下。然后这个游戏的话，一些明显的伤害我还是会躲一躲的，毕竟只是一个10D以内的一个 BD 嘛，没有魔血。这个蓝王的祭坛我一般是不用看只看奖励的，因为这把是在录视频踏翻车，稍微看了一眼。正常情况下就是在蓝王祭坛一看，奖励可以选上就可以了。基本上。这个 BD 就是特别适合那一套鱼图天赋，就是我从那个浩鹅那里抄的一套打瓦尔密店的天赋，因为这 BD 可以无视词缀嘛。那瓦尔密店有时候就是我们开一张图的话，会自动加入1到3条随机词缀，这样的话有些 BD 可能就打不了，像我们这个 BD 就不用看了。你看我这词缀基本都不打开的，那个右边的展开详细词缀的那个一条我都不打开的。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多少那个护甲，也没有带护甲光环，身上的装备也没有加护甲的。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吧，至少说
根本不需要护甲。我们有4个耐力球，其实可以点到5个，算了。4个耐力球，然后有很多的那个物理的硬点伤，再加上我们第2升华是选的裂痕的升华，额外又有15%的物理点伤，所以整个 BD 就是突出一个字硬。打这种手这种裂痕，其实最适合手的还是那种要塞，就是冲尖要塞里面那种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守完要塞之后要出来的时候，要塞的中间不是会周期性的放一道波嘛？那个波打到我们身上会保留一段血量，其实不多。然后等下一个波打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那个保留的血量肯定已经恢复了。基本上是打那个是最舒服的。我一般看到不管多难的地图，有那个就直接点进去玩就行了，100%的通过率，至今没有翻过车，从来没有翻过车，就是那个守要塞的图，非常变态。然后基本上就是开箱子打箱子，开箱子打箱子，然后发财。因为我这一季我开荒开的比较迟啊，就是这几天才开始玩，整个进度偏慢一点。POE2害人不浅吧，只能说 POE2的废物，又不好玩，又浪费资源。OK， 把那个打的装备放一下，开始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装备和技能。技能的话就是特拉斯特定追波，然后是地雷网、充能地雷、增加暴击伤害、高能地雷、地雷和陷阱伤害。然后衣服记得要带这种衣服，就是因为这个定罪波啊，定罪波是吃持续时间以及吃 AOE 的词缀的，所以我们带这种+2持续时间宝石以及+2这个 AOE 宝石的衣服。这个衣服很便宜啊，因为就是一般贵的话是那种+2 AOE 然后+1所有宝石的，像这样的衣服其实是很便宜。这赛季因为双瓦的装备特别容易出嘛，我这个衣服好像就20C 淘到的，然后自己点了几个污染链结石给它点成6连。然后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护甲的，基本上是靠像刚才那2个这个基本上是靠那2个接枝，然后配合第2升华。然后光环的话就带了这么几个，一个就是纯净之劫，这个伤害加了很多。召唤探测机兽，然后这个元素抗性光环，然后头盔我们要有这个高血量然后+1爆球的这种头盔，这也比较便宜。那个武器的话就可以用这个，也可以选电池。如果是选那个电池的话啊，伤害会低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就成本就更低了，而且更顺畅，就是多一个狂怒球嘛，手感的话更顺畅。但这个呢，主要是它有，我会挑那个40以上的额外误伤转兵上，这样的话可以冻结别人，冻结敌人，非常的舒服。就冻着的话，我们就安全了，基本上可以冻结所有。然后盾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泰坦盾，通过增加血量，然后血量可以提升我们的法爆几率，还有最好是会身的啊，会身的可以加一些暴击异常状态效果。然后是配合就这么一个珠宝，对，让我们受到的伤害变成魔力保留的这个珠宝，中文名我忘了叫什么，英文反正就是 Dissolution of the Flesh。这是一个绝配。
然后基本上装备的话，因为还是一个堆球的流派，所以就是兄弟会知行之上以及这个球鞋的话用绿球的球鞋，加上我们稍等一下，好多人买东西。为什么要堆球呢？因为我是玩的老头有个特点，就是前2个升华特别厉害，但是后2个升华特别拉胯，配上这一季的第2升华就完美适配。加1球，然后加4最小爆球，加4最小耐球，基本上就同时解决了我们的输出问题与生存问题。就开荒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路碾压了。然后还有需要注意的点的话，就是这个星星戒吧，星星戒是必备的，不然的话手感会比较差，只会在你身体里面爆的话，那打的距离就近很多了。带个星星戒吧，我是把它瓦成了这个加稀有度的。其实如果你抗性不够的话，就不要瓦嘛。我电抗不够的话，因为我是抗性很高，有点溢出，所以就瓦了一下。然后戒指的话，就带这种高生命，然后高混沌抗性的戒指是没有问题。是手套，对，手套的话要留意前缀上这个物理转冰伤的这个工艺，然后最好是带这种对冰环敌人有额外增加伤害的。当然高生命是必备的，这个也不贵，我买的时候就是买那种那个有增加对冰环敌人增加伤害的，然后点一个势力用异能混沌石去甩前缀。这个腰带的话，建议就用这个吧，就是有3个探测击兽的。当然也可以用有一条就是专注的时候降低敌人的行动速度的那一条，因为那一条可以揭露出那个暴击几率比较幸运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暴击率上可以就放弃一点点数去加生存，这样的话就更硬。天赋的话，基本就是老头，然后优先点这个加4球的，然后点这个密能波动的这个，然后就可以第2升华。我靠！我发现我第2升华居然我升华都没跑完，天哪！只点到了这个，这也侧面说明这个老头的升华有多拉胯。其实我有想过点那个，就是制造亵渎地面的那个第2升华，但是那个就需要因为那个的话就没有这个15%的额外物理减伤了，不像这个裂痕领主，所以我还要自己去挤出一个魔力保留来开坚定，没有必要。然后天赋的话，这2个点我建议是点一下，然后就是生命爆球。这个点比较重要，就是加密能波动效果的。老头的话，密能波动很强，它是有20%那个末伤的，所以加那个密能波动效果就相当于加末伤的效果。正好里面也有个魔力保留的专精，非常 nice。上面就是在魔力保留、生命、法爆。星团的话，我会塞一个魔力保留的小星团，这样的话会更舒服一点。然后大星团里面要加这个叫做密能英雄还是密能什么的一个点数，它可以加密能波动效果，加30，也是增加的伤害非常多。然后中星团可以用跟我一样，带耸天威胁，就是加范围的那个中星团。你也可以带那个地雷的中星团，那个也伤害非常高。
然后我还会带一个小星团，就是加生命的小星团。继续点下来就是爆球、生命、爆球的效果，对吧？这边的话，点到这个贫血，因为我们基本永远是贫血，为什么呢？我们那个盾在放技能的时候会一直限制我们的血量，而引爆地雷其实也是限制血量的，就是让我们的血基本上是空的，就一直贫血状态。因为是这个珠宝嘛，就是让我们的受伤变成生命保留，完美适配这么一个贫血的末伤，而且不会吃到贫血的负面效果。最后刚刚那2点生命的话，我后期准备再开个中心团，就把它拔掉，再升2级吧。现在才94级，93级啊，好像94级93。对，我额外带了一颗这个 Militant Faith 的军团珠宝，这样可以拿到那个内观信仰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带那个球鞋的绿球鞋的原因，因为点了内观信仰之后就没办法获得狂怒球了，只能获得暴击球，所以就用这个绿球球鞋，保证我们几乎处于一个永远满球的状态。因为充能地雷这个辅助的话，是同时得到爆球和狂怒球嘛，然后这个狂怒球的几率又转换成爆球嘛，基本上我们撒一轮，爆球就已经满了。那现在是8颗爆球，8颗绿球以及4颗红球，基本上又硬又有输出了。对，我的技能里面的话，还带了一个这个灰烬之结，以及这个 Flash and Stone。为什么带这个呢？因为我之前带了那个极地装甲，效果不是很好，因为在被围的时候我还是会死。我换成了这个之后，我就算被围，然后它不是杀姿态的时候，周围的敌人有19%的 less 伤害嘛，基本上被围的时候我就能活下来，这个也非常棒。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放弃极地装甲了，因为带了好像根本没卵用。对，那个召唤幽魂，这一季的幽魂因为只要回家就会重新召唤，所以我就让那个开狂热光环的幽魂，我带了一个开狂热光环的幽魂，以及一个自带猛攻的幽魂。我其实你们也可以带那只乌龟啊，就是有坚定的光环的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，因为我一直满球嘛，那个乌龟的吼球对我是吃不到的。然后带个坚定，我本身没有护甲，多带一个坚定也没什么意义吧，还不如就是加快点刷图，一直维持一个常驻猛攻的状态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魂啊，这个一个叫做完美森林什么来着？然后一个是完美黑暗之魂，就这2个魂。到了之后有狂热有猛攻，非常舒服。最后我建议带一瓶格挡药，就是当我们遇到那种很大的大伤，突然生命保留了很大一大截的时候，赶紧吃这个格挡药，能救命。反正我90等以后有这瓶药之后，还一次没死过，非常的硬。本身我们的格挡有物格20多，法格也20多，也够用了。药的话就那么几瓶，注意带一瓶蓝药，一是解流血，二就是它不会进入队列，这样我们在打王爆发的时候，那个蓝是不会断的。还有一点啊，就是主魂的话是海洋王免晕，关键的是副魂，就是要免疫燃烧地面的这个副魂，不然的话地图上出现很多燃烧地面很难受。
这个比较重要，一定要点。然后接枝，我用的这个索福接枝和沃尔尼多的接枝。索福接枝的话是失去生命就会有一个4000多的护盾这么一个技能，这个话是常驻的啊，你看，只要我们一丢技能，我们就会失去生命，失去生命就会获得这个 buff， 也就是说这个 buff 只要 CD 就会触发，我们主动会触发，常驻的。然后这个接枝呢，就是纯粹为了拿这个额外的物理减伤，以及有一条增加最大生命的这个词缀纯粹为了拿物理减伤，因为它是沃尔尼多嘛，配合我们的第2升华，只要装备了沃尔尼多的话，就15类似的物理伤害，然后那边是索福嘛，就15类似的火焰伤害。所以基于这一点，也确实没必要再带那个寒冰护甲了，那个性价比太低了。然后我们冰冷的话有这个恨意，开恨意可以减免冰伤。电伤的话，基本上在地图中那种致命的电伤几乎是没有的。这也是我们这个 BD 为什么这么稳、这么顺的原因，刷起头来这么硬的原因。最后呢，我会把我的那个 POB 放在视频的描述栏下面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加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我是明珠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最后开一下这个瓦尔多弥合吧。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？2个，不会都亏了吧？有没有魔血猎手？shit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